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24串的飞荣均压的保护板。这个保护板的效率比较高，因为它适应现在的新型电池。现在新型电池的电流都是很大的，如果利用以前的功率放电电路，那个电阻和3极管，它的电流太小了，达不到均压的要求。而这个飞荣均压呢，就能够达到要求。我们今天主要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。首先这端是一个隔离的变压器，是给 MCU 供电的。这个是一个功率管，这个就是一个驱动的电源管理芯片。这端隔离后输出的电压经这两个芯片降压以后，给 MCU 供电和其他的电路供电。这部分电路，这3个电容就是飞荣均压的电容。这2个电容是一个升压电容，是储能的。这2个管是一个对管，和这个电感配合给电容充电。这2排长管实际上呢都是受这个3极管驱动的。这端是长管，场效应管，驱动这个功率的场效应管。我们看这边还有1排，然后板的这面还有2排。实际上呢，作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通过这个场效应管来推动，从而实现飞荣均压，并且能够测量每节电池的电压值。它是通过分时把每节电池的电压与这个电容相连。当单节电池电压高时，会对电容充相同电压；当单节电池电压低时，会被电容2次充电，从而实现飞荣均压。另外呢，这个电容呢还有一个升压作用，受这个 MCU 控制。MCU 呢是通过这个 74HC595 来控制这个长管，再控制这2排功率的长管，从而实现飞荣均压的作用。我们看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，用了很多光耦。这个就是我们充电和放电的功率长管了，它的型号是 C042N10， 它是100伏耐压120安的。这端是充电的负极，这端是电池的负极，这是电流取样电阻。这端还有一个长管控制电源的通与断，主要是起过流的时候它会断，另外过压的时候反接的时候它都会停止给后级电源供电，从而达到保护作用。这是一个蓝牙模块，通过它向手机来传送我们保护板的状态。这边还有 EG393 比较器以及运放来检测整机的电流电压。这端是485串口通讯，这个是 GPS，这个是接显示屏的端口，这个是温度传感器的端口，这一排就是24串电池的接口了，这个是指示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